当日骂自己的尽皆都是父王的兄弟，或者是更老的老龙，他们有资格骂自己这个子侄。而那些海族大臣以及非龙王血脉的龙族将领，一个个都不敢出声，却都在用眼神对他输送鄙夷。去拜圣人门庭会被算作大逆不道，外出拜师修行会被当作龙族叛徒，这可笑啊，当真可笑，可笑至极。敖乙禁不住破口怒斥，那张清秀的面容上满是痛苦，他背后的铁柱泛起幽冷冰寒之力，一根根冰刺扎入他白净光滑的脊背，让敖乙疼的是浑身乱颤。但是他目光依然清明，其内的坚定丝毫没有消退。片刻前，龙母刚刚离开，苦口婆心地劝他早日认错。唉，我儿啊，我族之法可是不够你学来用，我族之宝可是不够你拿来耍，为何非要去做这般荒唐事，还要当着那么多族内叔伯之面言说这般荒诞离经之话？唉，你想去拜圣人门庭，你可知圣人门庭除却截教之外，尽皆不收龙族子弟。那阐教的老爷当年更是收了一条野种孽龙做弟子，借至宝将咱们龙族最后的气运都剥去，放在这孽龙身上，这般羞辱，族内如何肯忘却？我儿啊，你是被谁惑了心呢？母后的这些话，敖乙如何不知，又如何不知晓其真假？阐教12金仙之一的黄龙真人，明明是祖龙血脉，当年只是重伤误落昆仑山，被尚未成圣的三清养在了院中，做了三清老爷家的观赏龙。上古圣人未出时，龙族以此为耻，与黄龙真人断绝来往，将黄龙真人在龙侧除名。后来三清老爷成圣，龙族拉不下脸皮去巴结黄龙真人，反倒开始在族内传了风言风语，冠之以野种的骂名。所谓圣人门庭不收龙族子弟，三清成圣后，一群龙族高手带幼龙前去金鳌岛拜师，对圣人倒是恭恭敬敬，但一听收徒门槛最低的通天教主，且只是让龙族最优秀的弟子拜入圣人弟子门下，而非直接拜师圣人。龙族高手们转身就走，觉得圣人是在有意的羞辱。什么是荒唐？这才是荒唐！敖乙浑身轻颤着，背后的铁柱光芒渐渐弱了下去。我敖乙必须撑下去，只有我这个龙王二太子彻底放低姿态，去拜师三教仙宗之中排名中下的渡仙门，哪怕是在渡仙门之前长跪不起，进去做一个记名弟子。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龙族这无谓的骄傲，才能撕碎他们这扭曲的自尊。若这些羞辱还不能打醒烂醉的龙族，那我就去凭圣人之法站到万灵之巅。到那时，我要来问一问这些远古之尊，什么才是龙族的出路？敖乙吸一口气，放声疾呼：放我出去！我要见父王！我要去渡仙门拜师学道！殿外，一群侍女眼泪汪汪，俏丽的面容上写满了心疼，但是她们却被仙蛟兵阻挡，无法靠近二殿下半步。3个月后，东海深处水晶宫上方，经过一系列事件，龙子叛逆，龙母说情，龙王下令彻查，一名教导龙子的鱼精海族乐师背锅，被当场切了片，蘸上了葱姜醋蒜。可惜了，
可叹呐，洪荒怎么就没有芥末呢？刺身之道不圆满呢。此时龙宫二太子敖乙被绑在了一艘巨大的鲜贝船内，朝着南海与东海的边界疾驰而去。船内除去敖乙之外，只有几名仙蛟兵以及一位眉毛胡须全白的龟仙人。这位已经退休多年的龟仙人坐在敖乙的身旁，正唉声叹气地劝着：殿下呀，您怎么就跟那小小的渡仙门杠上了？他渡仙门何德何能？就算陛下让您过去拜师，他也不敢收您呢。而且你也要为陛下考虑考虑啊！陛下现在已经是力排众议，将所有声音压下去，让您外出去拜圣人门庭。这次老夫也就不顾面皮，带殿下您去拜师那道门三圣人座下大仙人乌云仙。这位大仙人虽然名声不响亮，但他位列截教随侍七仙之首，深得道门三圣人的器重，跟脚也是一只金鳌，与老臣属同族，当年也有几分交情。殿下，这就算是趁您心意了，您可千万别再搞什么大事儿了。敖乙扭头看向一旁，面色依然带着少许的不甘，但他毕竟只有10岁，虽然受了许多年旦教，真正出世也就10年罢了。老龟在旁边不断的劝说，敖乙渐渐的也有了少许的犹豫。这位大仙可有圣人妙法？那是自然。这龟仙人抓住机会，开始为敖乙讲这位乌云大仙是何等的威风，又是何等得通天教主的喜欢，但自身性子极为低调，不在外显山露水。很快龟仙人又叹了一口气，对着敖乙传声：殿下，老臣看出来您想做什么了，但这事儿并非您所想那么简单，并非只是折腾就能有好结果。虚华如梦，梦醒坚冰，谁都不愿从中醒来。您啊，要体谅陛下，陛下是坐在龙族最高处的管事人，他轻易动不得，若一动而不得，大煞危矣。敖乙面露思索，随后缓缓点头。总之，出了龙宫，洪荒之大，今后本太子自可随意遨游。拜一大仙为师，还是仗着自己是龙宫太子的身份，与龙宫之窘情和解。其他龙宫子弟有几个能拜这般大仙为师？他要找的是龙族的出路，而非他东海龙宫二太子一人的出路。暂时先稳住这位老臣，日后再说便是。呼啸的海风中，敖乙渐渐地露出了几分笑意，表现的也如同他年纪一般纯真。那龟仙人也渐渐地松了一口气。渡仙门，破天峰的密林深处，9字9仙修行之所。99的大葫芦自小琼峰的方向飘了回来，整个人像是没了力气，垂头丧气地走回自己的小楼，又在楼前的木台阶上慢慢坐下，身形缓缓扬倒。浑身软趴趴的，宛若融化的泥人，抱着自己的大葫芦，躺在那一阵的长吁短叹。好无聊啊！小兽兽闭关才3个月，怎么感觉像是过了3年？又没人陪咱耍了。师姐都有师兄陪，师兄还去陪别人。大师姐和二师兄
4师姐和5师兄，6师姐和7师兄，那好不容易8师兄该轮到9师妹，还没想到8师兄学3师姐，胳膊一肘，就拐出了破天风。哎呀，苦命的老九我，就因为是个单数，就要孤孤单单没人陪。哎呀，偏偏还是师父的关门弟子。哎呀，隔壁小楼的窗户推开，容光焕发，最近宛若又年轻了几百岁的九师探着身子看向这边。听到九九的念叨之后，禁不住笑了一声。九师自窗中飘出，宛若画中仙子，身着霓裳翩飞而出，落在九九身旁，坐在木台阶上，伸手捏了捏九九的鼻尖。师姐。九九反手抱住九师，闭着眼睛一阵哀嚎。我去小秋风吧，我要去玩斗大神，我要去玩模拟先生。九师顿时轻笑了一声，拍了拍小师妹的脑袋。傻师妹，小琼峰那是我能去的地方吗？师姐，你咋不能去了？师姐去了，你不会感觉尴尬呀？这尴尬什么？师姐，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跟小瘦瘦是纯洁的叔侄关系啊？是吗？九师眯眼一笑，目光满是侵略性。九九却禁不住眨眨眼，缩了缩脖子。不是吗？是，这纯洁的师叔和师侄天天一起炼丹布阵，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哪有亲密无间？他有病的。九师愣了一下。什么病？长寿师侄身有隐疾，这可是个大问题啊！不是什么隐疾，小瘦瘦不能被除了他师妹之外的女子碰触，不然浑身抽搐。他师妹是他看着他长大的，所以没事儿。和我如果是仅限于碰个拳、击个掌之类的情形，也是可以的。九师抱着胳膊沉吟2声。这病症如何来的？能跟师姐详细说说吗？就是我上次带小瘦瘦去北周的时候。片刻之后，九师抱着自己九师妹笑的是花枝乱颤，在九九耳旁说了几句什么，让九九先是一愣，而后禁不住一手扶额。这家伙竟敢骗本师叔！哎，你冷静点，小九，这种守身如玉的男子可是世间罕见的宝贝，你可千万别错过了。九九顿时大窘，又气得连连跺脚。哎呀，师姐，你乱说什么？我怎么可能跟……哎呀，我回去闭关了。你过几天不是要去做历练大会的护卫吗？对啊，我先闭关几天，不可以吗？九九甩身朝着自己阁楼而去，九师轻笑了一声，飘然追了上去。小九九，你跟4师姐害什么羞嘛？4师姐先教你怎么穿衣打扮啊。才不要！来嘛，先让4师姐看看我家小九现在身段怎么样了。哎呀，4师姐姐不要乱碰！哎呀，讨厌啊！夕阳西下，2位仙子的欢声笑语在附近飘来荡去。隔壁小楼中有一个眼圈深陷、面容枯槁的矮道人摇了摇头，随手开启了九九楼外的阵法。然后矮道人看着面前桌子上这10全大补的霸王餐，禁不住嘴角抽搐了几下。九九在这次的历练大会还是去北距泸州做护卫，因为上次出了一点小问题，这一次门内加派了1位真仙同行。然而这次去北距泸州的只有2个人。历练大会那日，最近在门内声望越发高涨的当代弟子首席有秦玄雅也背着自己的大剑
身着那火红色长裙按时出现，但他等到了所有人分好队，却并未参加这次历练，转身回了洞府闭关。于是前往北俱泸州的2名弟子得到了1对1专属真仙暗中护卫的超高待遇。之后北俱泸州一个来回差不多过了月余时间，再加上回来之后的几个月，九九一直在思考之前四师姐说的那些话。渐渐的，本来他觉得自己跟李长寿没什么其他的感情，就是纯粹的玩得来，但现在也开始陷入了自我怀疑。他莫非真的对小长寿动了心思而不自知？这不可能吧？虽然师叔师侄这种关系有点小刺激，但是他一直是把小长寿当晚辈关照啊，只不过是一个不小心被小长寿给投喂了嘛。这件事他越想越纠结，以至于打坐都不能静心了。如此又过了几个月，当带着李长寿邀请他炼丹消息的纸鹤落在他手中时，九九顿时开心地蹦了起来。随后九九就是一愣，这反应该不会真的对一个仅有100多岁的小师侄动心了？有些话呀，只有问过才知道。四师姐的笑声犹自在耳边回绕。九九坐在床榻上一阵沉吟，最后抬手砸了一下床板。怕什么？去问。当下九九换了一身干净的麻衣，坐着大葫芦冲去了小琼峰。这次李长寿要炼制毒丹，为外出渡劫多做些准备。九九赶到的时候，李长寿已经准备好了各类毒草，将自己套在了一层又一层的防护器中。九九第一次穿过这种笨重的防护服之后，就再也不听李长寿劝穿第2次了。这让李长寿每次炼毒丹都要加倍的小心，控制毒丹毒素的流动，免得误伤提供仙力支持的小师叔。